提升大型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能力，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叫做检索增强生成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简称 RAG。大型语言模型里面的知识是透过网络上的资料训练成参数知识 （Parametric Knowledge），我们也称为内建知识 （Internal Knowledge）。因为它有所谓的 cut of date，在这个时间以后，新的资讯就不会放进来。所以它可以透过检索增强生成到外部去寻找相关的知识去做使用 external knowledge。外部的资讯通常会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网络资讯，就是像使用 Google Search 拿到的资料；第二种是属于专属的私人资料库，比如说是一间大公司，里面有很多内部的技术文件，并没有公开。这时候可以建立向量资料库，跟大型语言模型整合去做使用。这部影片我们会专注在使用网络资讯，也就是透过 Google Search 的方式存取外部的知识，再与大型语言模型里面的内建知识以及使用者的提示词共同生成回应。这部影片会教你一步步使用 Python 实作 RAG。看完这部影片以后，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包含对 LLM 的运作方式、Google Search 的使用、提示词工程的概念、API 的概念，还有 API 精要的使用，以及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的流程。在进行 Python 程式解说之前，我先简单说明一下使用 Google Search 实现 RAG 的流程。首先，使用者会提供一个提示词，接下来在提示词进入到用户界面 User Interface， 它会被拆解成 Query。因为我们实际上要搜寻网站资讯的内容是使用关键字，不一定会跟整个提示词相同，所以这边会使用提示词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将提示词里面的 Query 抽取出来。接下来 Query 就会放到 Google Search， 透过 API Key 的使用，搜寻网页的内容 Web Content， 截取回来，当做大型语言模型的上下文 Context。接下来我们再会把上下文提示词透过提示词工程整合在一起，提供给大型语言模型。根据这个整合的内容以及大型语言模型内部的知识，产生出对应的回应，再回传给使用者。这边使用的大型语言模型会以 Gemini 为范例，因为它的 API Key 是免费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使用 Google Search 也要申请另外一个 API Key， 所以我们会有两组 API Keys， 让我们的程式可以存取 Google Search 还有 Gemini 的使用。接下来我们要取得 Google 搜寻引擎的 API Key， 也就是 API 精要。你可以在搜寻栏位上打 Google Search API Key， 然后找到 Custom Search JSON API Introduction， 点击一下。在使用 Google 客制化的搜寻引擎服务，你必须在控制台先建立 API， 也是产生一个搜寻引擎的 ID。点击一下控制台，给一个你的搜寻引擎的名称。这边有两个选项，你可以搜寻整个网络或者是特定的网页。如果你去看 Google 规定的话，如果想要长期的使用搜寻引擎的话，你必须要特定某一个网页上。不过这边因为我们是做示范，所以我可以搜寻整个网络。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设定，你可以再自己去做调整。点一下我不是机器人，按一下建立。当你看到这个图示，就是搜寻引擎已经建立完成。接着你把等号右边的字串复制起来，待会我们会使用到。这是搜寻引擎的 ID， 你也可以回到程式化搜寻引擎的页面。这是我刚才建立的搜寻引擎，点击一下，这边也可以查询你已经建立的搜寻引擎的 ID。在设定好搜寻引擎 ID 以后，我们现在要取得精要，点击一下，选择一个新的专案 Create a new project， 直接按 Next。接下来呢，你就按一下 Show Key， 把你的精要复制下来，在待会的程式撰写上也会使用到，然后结束。到这一步，你就已经完成了 Google 搜寻引擎的设定，取得引擎的 ID 以及 API 的精要。接下来这个步骤会教学如何取得 Google Gemini API 的精要。首先你要登入 Google 的账号，在 Google 的搜寻栏上打上 Google AI Studio， 点选第一个 Google AI Studio 的连结，在左上角就会有 Get API Key， 点击一下 Create API Key， 产生 API 的精要。刚才我们在产生 Google Search API Key 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一个专案，叫做 My Project。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选择到刚才的计划 My Project。另外一个是我之前创立的一个计划，点选一下，再点击产生 API Key。产生完毕以后，你就可以复制起来做待会的使用。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列表点选一下 API Key， 复制你需要的资讯。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取得 Google Gemini 使用的 API Key。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已经写好的程式上传到 Google 云端，使用 Google 的 Colab 服务执行 Python 的程式码。注册好 Google 账号以后，你点选 Google 的应用程式，这边有云端一点，点击一下。
你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你的资料夹应该是空的，选一下右键，按一下更多，连接更多应用程式，这边打上 Colab， 点击安装 Collaboratory。那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所以你按一下右键，你应该可以查到 Google Collaboratory 的选项。完成以后，你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连接下载我的程式码，透过档案上传的功能，将程式码上传到我的云端硬碟。你点击一下副档名为 IPYNB 的档案，应该就可以正常显示我的程式码。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2个金钥，还有一个搜寻引擎的 ID 储存起来，方便之后的使用。在左边有一个 secret， 这边可以新增密钥，我们会给它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会使用在待会的程式码。待会要存取金钥或者是搜寻引擎 ID 的时候，就会以这个名称来去做使用，所以你可以使用一个好记的名称。比如说我这边使用 Gemini API 的 key， 就是连接 Google Gemini 的 API 金钥。金钥新增完成以后，记得把笔记本的存取权都打开，待会我们才可以存取环境变数。完成以后，我们可以把 secret 关闭。接下来可以看程式码的部分。首先，我们来先测试一下大型语言模型 Gemini 的网络搜寻功能。前面我们先引进相关的 libraries， 这边 Gemini API key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设定好的，它会直接从设定好的金钥里面去做存取。我选的模型是 Gemini 1.5 Flash， 现在虽然有 2.0 的版本，在我录制这部影片的时候 2.0 的版本应该是还不能使用的。这边是我输入的提示词，解释人工智慧是如何运作的，得到的 response， 我再把它印出来。左上角有一个箭头，按一下就是执行这个程式码。底下就是 Gemini 1.5 的回答，那跟我们直接在 Gemini 上面的询问就差别，一个是使用者界面，我们叫 UI， 另外一个是在 Google 云端去做存取。接着我们再去测试一下 Gemini 1.5 Flash 是不是能够提供最新的新闻。我们把原本上面一行做注解，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几字号，就会把那一行程式码去做注解。程式在执行的时候就会跳过被注解的程式码。左上角一样点击一下执行程式码，你会发现它无法提供2024年台湾的棒球即时新闻，因为大型语言模型它的训练资料有一个 cut of date， 目前来讲应该是2023年以前的数据，所以不包含2024年的新闻资料。但是如果你到 Gemini 的网页，一样用相同的提示词，你会得到相关的新闻搜寻。主要原因就是在 Gemini 的网页里面，它已经整合了网页搜寻的功能，我们叫做 tool using。但是在你程式码开发的部分，你是直接去存取大型语言模型本身，所以 Gemini 1.5 并没有使用搜寻引擎的能力，你必须自己要额外再写程式码去实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段的程式码，主要就是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将你的用户输入截取出适合在 Google Search 搜寻的关键字，然后再回传搜寻的结果给大型语言模型做使用和分析。用户的输入是使用繁体中文回答，根据2024年台湾棒球产生长篇的故事。注意到这整段 query 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放在 Google 去做搜寻，比如说产生长篇故事，这个主要是要大型语言模型去做生成用，跟我的 Google 的搜寻没有关联性。所以我的做法就是先将 query 这个查询先喂到大型语言模型，帮我转换成适合在 Google 搜寻的文字。定义一个函式叫做 generate Gemini response， 存取 Gemini 模型的服务，包含3个输入，第一个就是我提示词，第二个是 API key， 我们已经设定好了，第三个是要用哪一个模型。你会看到这边的程式码其实跟前面的范例是一样的，没有办法产生对应的回答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讯息。这一步骤就把 Gemini 的 API key 放进来做使用。为了要指示大型语言模型将需要查询的资讯截取出来，所以我们做了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在输入里面，我们要根据要求分析需要上网查询的资讯，主要是要补足内部知识的不足，生成需要上网查询的关键字。我后面还加了一段叙述，希望它可以直接给我复制贴上的资讯就好，不要有其他相关的说明。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不同的指令，看看是不是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效果。除了这个指令以外，我们还要把刚才的 user query 放进来，也就是一开始的提示词，使用繁体中文回答这一段话。所以换句话说，我提供给大型语言模型的指示就是把一开始的提示词做分析，产生需要上网查询的资讯，再设定大型语言模型的选择，呼叫刚才定义好的函式，得到回传的叫 Google Search Keywords，再使用 print 的方法把它印出来。我们执行一下程式码。
好，你会看得到，根据刚才的提示词，我最后截取出来在 Google 搜取上的关键字就是这些。接下来这个步骤会延续上一个步骤里面我们得到的 Google 搜寻关键字，到 Google 搜寻引擎做进一步的查询，并且把查询的资料回传回来去做后续的使用。首先，我第一个客制化的函式叫做 Search Google Custom， 它有4个输入，第一个是 Query， 也就是要放 Google 搜寻的关键字。第二个是使用这个引擎的 API Key 金钥，我们已经申请好了。第三个是这个引擎的 ID， 我们已经申请好了。第四个，我们要回传多少个新闻。这个定义好的函式里面有几个可以特别看一下，搜寻到的新闻标题叫做 Title。第二个，它会回传的是新闻的连结 Link。第三个是该新闻的摘要 Snippet。为了去使用刚才的函式，首先我们先设定一下 Google 搜寻引擎的金钥，搜寻引擎的 ID。接下来的输入 Query 就是刚才产生出来的关键字，所以呼叫刚才定义好的函式包含了关键字、API Key、引擎的 ID， 还要回传新闻的数量，总共5则。经过这个函式的呼叫使用，最后回传的结果使用变数 search results 去做连结。这一段的程式码是显示回传给我们的资讯，但是待会我们要喂给大型模型的时候，我们不太需要使用到新闻的连结。所以我再做一下进一步的处理，我把搜寻后的结果，把新闻的标题还有新闻的摘要截取出来，利用新的变数叫 retrieval content 去做连结。我们执行一下这段程式码。首先你会看到关于 Google Search Results 安装程序 successfully installed， 就是已经安装好这样一个函式库了。接下来我们搜寻好的新闻，它就会列给你5则，包含了新闻的标题、新闻的连结以及新闻的摘要。我们把一些不相关的讯息把它移除掉，最后保留下来的就是标题还有摘要，到时候会喂给大型语言模型做后续的处理。所以到这个步骤，我们就完成了检索增强生成里面的检索 retrieval， 透过 Google 引擎的使用，将外部的资讯捞回来。这边外部的资讯指的就是网络上的资料。最后一个步骤，我们要实现的是增强生成 augmented generation， 我们会使用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首先将一开始使用者提示词放进来，同时我们要增加从网络上截取的讯息，也就是刚才的变数 retrieval content， 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输入长度在4000字以内，因为一般的 LLM 它有 input window 的限制，如果资料太长它就没办法去做处理，所以我们把这2个合在一起当做我大型语言模型的输入，并且把这样的输入印出来让我们做检视，最后将经过提示工程的输入 LLM input 呼叫一开始定义好的 generate Gemini response， 得到它的输出，再把它印出来，我们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执行一下这段程式码。首先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喂给大型语言模型的实际资料，根据2024年台湾棒球新闻产生长篇故事，这是使用者的输入。同时我也增加了我网络上抓好的资料，告诉大型语言模型可以参考这些资料，因为它并没办法上网去抓资料。所以我在底层增加的讯息就是我这边选取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增强。最后 Gemini 会根据一开始的提示词、网络上存取到的资料以及自己内部的知识，叫做 parametric knowledge 参数知识，做最后的输出。它的输出就是这一段故事。所以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去完成了 RAG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检索增强生成。在这个范例里面，我们将整个程式码分成3段3个 cells，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每一段了解它的输出是不是我们预期的。当你完成以后，你事实上可以把这3段程式码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利于使用的程式码。你只要将第一个 cell 里面的程式码 Ctrl+A 加 Ctrl+C 复制起来，我们把它移到最下面，增加程式码，把它这边做贴上，然后我们再到第2段 Step 2。也是一样，点击一下这个 cell，Ctrl+A，Ctrl+C， 复制好程式码，再贴过来。再到最后的第3段 Step 3， 增强生成的复制，在底下做贴上。我们可以移除刚才中间印出来的资讯，我们会把关键字把它印出来，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它删除，或者是做注解。在第2段，我们不需要再做 library 的安装，因为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我们也不需要列印从 Google Search 抓回来的资料，所以也是做注解。最后我们只要印出来最后的生成结果。好，我们可以用其他的 query。这边的范例是根据2024年 Donald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新闻产生长篇的故事。
我们执行一下。最后 Gemini 输出就在这边。底层里面我们会使用到 Prompt Engineering， 但是使用者其实他只有输入根据2024年 Donald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新闻产生长篇故事，里面的检索增强都是在程式内部执行的，使用者是看不到的。当然你可以使用同样的 query 查询，在 Gemini 里面去做询问。你会发现实际上它没办法做阐述，它有设立所谓的 guardrail 栅栏。如果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政治物人物的问题的话，它会没办法输出。但是如果你是直接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 API key 去做存取，你只是存取 Large Language Model， 并没有相关的像搜寻引擎的使用以及栅栏的设定，你就还是可以去生成对应的故事内容。最后，欢迎在影片下方分享你的看法、观点或经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订阅本频道、按赞，并将影片分享给对 AI 知识有兴趣的朋友。想要进一步学习相关知识，可以观看片尾或影片下方说明栏的推荐影片，补充背景知识，进行延伸学习。